之前我们摆过街霸系列人气最高的女角色春丽，但由于需要一定的操作门槛还是会让一些新人朋友望而却步，像极了爱上了不该爱的人，那份得不到的渴望足以让人沉溺于研究之中。谁又能懂我的心扉？谁又能懂我的感受？不过，同样是街霸系列备受喜爱的女角色之一的韩朱丽，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她却可能是你目前最容易得到的女人了。现在都是2024年了，只是一身正气凛然的春丽似乎已经不太能满足各位玩家们的叉 P， 反而这种坏坏的酷姐姐让一部分玩家，包括我在内都深陷其中。让我们时光回溯到朱莉预告片公布的那一天，根本就没有人不会赞美卡表，因为她真的太懂大家了。我让你的玩哦！我认为光是一个大招动画都足以圈粉无数了，而且朱莉本身人设下的功夫比起很多角色也饱满不少，常年和其他女角色组合 CP， 她能成为人气最高的角色之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而且不只是角色的人设和服化道讨喜，6代成果的简化也功不可没。我相信很多没接触过前作的新人朋友们一定想不到，朱莉以前是一个操作门槛极高的角色。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她诞生的街霸4开始说起。朱莉的玩法有别于整个街霸4里的角色，它的核心续脚器需要你一直按住不放才能配合后面的进攻或者连招，期间如果你松开了按键就会释放出飞行道具从而断了节奏，并且那时候的脚器仅仅是作为不同高度的飞行道具，还没有像街霸5后面演化出来的招式。另外4代的风水引擎是根据怒气槽来决定时间长短的，很多时候你只能在风水引擎和 UC2 之间选择其中一个，所以想要发挥它大招的实用性也需要很严谨的考量和极高的操作门槛。而且我想光是朱莉的极致压键就已经可以劝退99%以上的玩家了。不过它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连端，也是我打算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才去研究找到了门路。众所周知，街霸4的大招是2次236之后同时按下3个拳或者3个脚。那如果我要是玩朱莉续了脚气之后第一时间接 UC2， 大家觉得这可能吗？我想大家或许会和我一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连招是非常懵逼的。我明明用了一个键专门来续脚气，但要使用大招我就不得不松开续住的按键，戳出这样脚。可我一旦松开了按键，刚刚续出来的波动就被释放出来，完全没有衔接的机会所以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实际上这个看似非常难的连段，想要实现出来也不是很难吧？抛开街霸4特有的木压，剩下的你只需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就可以了。从街霸4开始，包括后面的街霸5，当你使用压键的时候，表面上触发了一次的判定以外，在你松开按键的时候也会计算一次按键判定，所以对应到游戏当中，也就是在我续到脚气之后，快速按下剩下的2个脚，再戳2拳正摇，最后松开3个按键，这样就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连段了。并且这个操作判定对所有角色也有效，在街霸5中也能实现。那为什么街霸6会没有呢？那既然没有这个判定，那我科迪是不是在街霸6登场的概率就约等于0了？让我们回到正题，像4代朱莉这样讨喜的角色却被上手难度拒之门外。卡普空在5代就想了很多办法做简化以及延伸，朱莉终于不用全程压键打了一回了，攒到的资源可以变成其他更有用的招式，风水引擎也变成了他的专属飞踢，不用在引擎和大招之间做选择了。可以说这时的朱莉已经进化了一半，加上本身拳脚也不算弱作为一个游击战的高机动角色，整体玩法和操作门槛都得到了质的提升。而真正的进化完全体就是目前我们在6代玩到的朱莉了，并且这个角色是发售之前3次测试中都得到了无数高手们的认证，操作简单、性能优秀的 STR。朱莉强在哪里？强到他几乎每个拳脚招式都极具威胁，稍微练习一下就能轻松确认的5 HP，80岁老太太都能确认的绿虫6 HP， 搭配绿虫碾死人的5 MP， 一脚踹到西伯利亚的2 MK， 还有从西伯利亚飞过来的5 HK 等等，浑身都是含金量。6代储存的脚气还可以任意使用不同版本的正摇脚，彻底摆脱了压键和固定招式的束缚，并且续脚气的招式还带有位移和不同的判定，每一个版本都是不同的功能性。以前的空中变轨接个 UC 就差不多了，现在的空中变轨打中还能继续绿冲连段，中了又是强势推板。朱莉的对空也十分强劲超远距离的重升龙，板中打头即使对着后跳也能轻松对策，升龙之后前下中脚末将又是放倒压气声，还有超远距离的绿冲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压制，多少人不就是因为注意力稍微分散一点就被朱莉绿冲给冲爆了的？搭配朱莉绿冲后背防推开的距离又短，疯狂近身投掷，即使你防住了，也是一场不公平的考试，更别提半边投掷了高手来了。
都是众生平等。以上这些拳脚的运用，我相信大家稍加练习就能很快的上手这个角色。而唯一需要大家长期练习的东西，我想就只剩下风水引擎了吧。6代的风水引擎不但没有了之前怒气限制时间或者每次攻击减少能量槽的设定，在你击中对手的时候，能量槽甚至会短暂的停止衰减，大大的提升了风水带给玩家的回报。而这个需要一定练习量的招式，我甚至认为大家在打到 M1600之前都不太需要花太多功夫钻研这个技术，全身心投入到他优秀的拳脚当中，感受每个招式的用处，就可以很快的达到前期开荒的理想分数。可就是因为这些，我才认为曾经高不可攀的女王变成了任何对局中都可以众生平等的简单角色。我十分理解卡表的用意，毕竟街霸6能有现在的技术，游戏的简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当我随着游玩助力的时间变长之后，我发现打来打去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功出发。无论是我面对钻石分段的助力，还是大师分段的助力，角色的打法差距好像只剩下了玩家对例会的理解和持续几秒钟的风水引擎罢了。或许是我电子ED了吧，昔日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女神，如今也成为了茫茫人海中平凡的那个她了。不过抛开我这个玩的又菜又挑剔的老油子，朱莉这个角色一定是我非常想要推荐新人朋友们入坑的角色之一。在你上大师之前，只需要围绕我上面讲到的操作多加感受和练习，围绕头折和 lob 头去做进攻的话，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角色大致的玩法。等各位上了大师之后，再去慢慢揣摩练习风水引擎的各种功能性，你就能变成一个很强的玩家了。而且基于6代的拳脚设计，即使下个赛季遭到削弱，也一定不会沦落到玩不了的地步。加上如果你和我一样也喜欢这种疯批酷姐姐类型的角色，朱莉一定是可以和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差不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最近忙于工作，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周更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理解。像我这样的小阿婆真的很难掐到饭，估计这一期视频也陷入严重。还是希望各位好哥哥好姐姐能奖励我一个小小的3连，支持我一下。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高充内容，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